那比方说行业痛点，实际上今天很多行业都在面临转型和升级那么我们政府提出了新常态下的转型和升级。什么叫新常态？以前只是提到转型或者升级，但是提到了我们现在这届政府提到了新常态这3个词。什么叫新常态？就是说这一次我们整个中小企业转型和升级，它是一个常态性的长期的过程。那到底转型和升级有什么区别呢？转型是什么？教给大家一个方法，就是你要学会站在3年以后看今天。什么意思？3年以后你的行业还有机会吗？3年以后你的竞争对手是会在增加还是在减少？是越来越多还是越来越少？3年以后你还在吗？你会干掉对手吗？你会活得最好吗？3年以后你在行业的排名是往前还是往后呢？3年以后这个行业还在不在呢？今天好多行业被变革了，好多行业不存在了。所以你想，你这个行业3年以后，如果3年以后你这个行业不存在，可能会被干掉了，你趁早转呢，你别等到那个时候转型来不及了比方说3年以后，你明明知道往前走，这个地方往前走是一堵墙，你还得撞墙给撞死，那不傻吗？明明知道这个墙往前走堵车了，你赶紧拐弯啊，你还是傻乎乎的往那儿等死，憋那儿憋死就跟今天早上一样，我们家到这儿来讲课挺远的，我从东边过来，这个演播室在北边，那过来这个路上正常情况下可能不堵车的情况下20分钟，按照春节北京城基本上都空了，该回老家过年去了。那从我们家到这个地方来20来分钟就够了。今天跑多长时间？2个小时还不够。我6点多起床，9点多才到他费劲那这个没有办法，那要不再起早5点钟起来也许可以，但没办法，就是说他这个就是说他这个道就是这么堵。但是我还是7点钟出门还好，如果8点钟出门我10点钟都到不了，我还是相对错峰了也就是我们去思考你的行业未来3年还有机会没有？如果没有，你趁早转，别干了，这个行业是个死路一条。升级什么呢？这个行业还有，比方说我们谈的家居建材行业，这个行业不可能死亡，它还有机会，只不过呢它的需求量下降了，所以你要反映这个我们到底是转型还是升级。我们从一个词来思考，你的需求量未来是变成0，还是说市场份额未来只有50%，就是整个市场容量只有50%的企业能活下来。如果这个需求量是0，那你就赶紧转型你坚持没有意义，没有需求了。如果说这个市场可能只是说需求量在下降，降一半，那你赶紧升级比别人跑得快一些。所以说我们举了个例子，说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下，经济调结构的过程里边，比方说有10个馒头，过去的10个馒头10个人吃，大家刚好。现在不好意思，只有5个馒头了，需求量下降了，还是10个人吃。那么请问这5个馒头10个人吃，是每个人吃0.5个还是先到先吃呢？毋庸置疑，肯定是先到先吃。今天中午你先到，你先吃了一个，晚上是不是有力气去抢晚上那一个呢？当然了，也是这样的。那明天你今天一天吃饱了，你比那个今天什么都没吃的人，明天是不是更有力气去抢呢？所以今天我们在升级也是这样一个道理就是说我们面临整个需求下降的背后，你到底你有没有实力？你的资金储备量够不够？比方说老北京讲贴秋膘，为什么贴秋膘怕明年开春青黄不接，肚子有点脂肪，吃胖一点，明年能顶住没肉吃贴秋膘。那其实企业上你给自己贴秋膘了吗？你给自己留点钱了吗？如果万一出现青黄不接，你该怎么办？我们今天很多企业都在靠过去的利润在弥补今天的损失，还有很多靠银行的贷款，这个都不可怕。最可怕的靠什么？民间借贷，这是很可怕的。我们好多企业都有民间借贷，还有好多连带担保，只要多米诺骨牌一样一倒，可能好多企业连锁倒下去了。所以说今天我们手中有粮，心中不慌。你的储备够不够？如果储备不够，那你赶紧跑。一个是升级，升什么？营销升级，品牌的升级。那么今天很多企业都要面临一场从生产向营销、工厂向市场的转型。为什么？这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我们学习人，我们一起思考一下：是销售人才好招，
还是生产工人好招？那肯定是工人好招，销售不好招。为什么销售不好招？销售不好做啊！那对一个企业来说，是工厂重要还是生产重要？有人说工厂重要，这就是说我们还停留在过去的思维里边，市场是比工厂是重要的。你看苹果、华为，它哪有工厂？都找第三方代工。所以今天做工厂的好多是沦落为别人做嫁衣的，帮别人打工的。我们要找到我们自己的市场。你有市场了，你有自己的网络了，贴牌是件很容易的事情。所以一个是升级啊，从工厂向市场的升级，生产向营销的升级，关键是老板思维的升级。这个说是我们行业还有机会。第二个就是转型，这个行业没希望，赶紧转，早活下来，趁别人还没醒过来，你抢先一步，步步领先。等别人都醒过来了，那你可能就没有机会了。那么给大家讲一个转型的痛点啊，讲一个针对行业痛点来转型。那么这个企业呢，智纯商业净水机啊，我们刚刚挂牌了，利用了不到1年时间挂牌啊。我想给大家分享这个案例，操盘的整个细节和流程，也是我亲手操盘的这么一个案例啊，不到1年，怎么样从0到1，从无到有去挂牌。那么这个企业以前是做什么呢？做酒店用品行业。这个行业严格意义上我们是一个悲催的行业。什么叫悲催呢？8项规定出来，现在我们全国到处跑，很多5星级酒店、4星级酒店入住率是不高的。5星级酒店、4星级酒店以前谁住啊？公务的住得多，商务说实话。我不知道我们学习的很多老板，你们平时出差5星级自己出差，没有什么公务的时候或自己跑市场的时候，我们住5星级住的多吗？还是4星级住的多？还是商务住的快捷酒店住的多？还是3星级住的多？实际上这个酒店用品行业是什么呢？是根据酒店的发展，5星级酒店、4星级酒店发展越好，这个酒店用品行业越好过。也就是说，当4星级、5星级酒店发展的越好，酒店用品行业就越好过。是干什么呢？我们这个企业叫万德利酒店用品，它主要给4星级、5星级酒店提供从后厨到前厅到客房的那些基本的设备，锅碗瓢盆呐、床单呐、床上用品呢、房间摆设的这些东西垃圾桶除了家电和家具以外的和洁具以外的，基本上都是他们提供。那么他们是和4、5星级酒店密切相关。4、5星级酒店的发展和宏观经济形势有关。8项规定出来了，4、5星级酒店日子不好过。那么我们做酒店用品，做上游供应链，说白了，酒店用品行业基本上就是个供应商、中间商。他从厂家源头采购各种产品。我们一个做酒店用品行业的，可能将近有4万个品类，必须有库房、有展厅，4万可能不止，大的还不止，为4、5星级酒店提供配套的所有产品，一站式采购。那么以前4、5星级酒店形势好，他们挣钱。那么从12年到13年，这个行业走下坡路了。到了14年，基本上痛苦不堪。15年。好多生意就没法做了，就是这样一个现状。那么很有幸听了我的课程当然在我的课上呢，这是一个特别爱学习的企业家。这几年为了要转型，大概累计投入了300多万去学习也请过咨询公司，前后的一直没找到自己想要的一个结果出来，真的是很痛苦包括到我们课程上，他还拿着别人的一个咨询公司做了一个方案过来路演，但是我们一看这个咨询太不接地气了，我们就给他否掉了。我说是要重新设计，然后我们就到企业去调研，给他上门去摸这个企业的底。经过我们调研发现，他不是他一家企业难受，而是整个行业都很痛苦，这个行业都需要转型，看不到未来，那怎么办？怎么转？这个转型是有讲究的因为每一家企业的优势，每个老板的优势，每个创始人的基因不一样。
商业模式有个什么特点？它具有它的不可复制性。每一个商业模式都是在一个特定时期的特定产物。那马云还能再造一个阿里巴巴吗？柳传志还能再造一个联想吗？不可能，天时地利人和，环境发生变化了。所以商业模式啊，都是根据创始人的基因来量身定做的。那么今天当这个行业整体难受的时候，我们需要跨入到一个新行业，从零到一，从现有的一个酒店用品行业，我们要跨到哪个行业，这个很重要。我们觉得商业机会永远都有，但是哪个事儿是和这个创始人他的基因相匹配的？我们最可怕的是什么？模仿死，不分析自己的优势，瞎模仿，把自己给模仿死的。那商业模式模仿别人模仿死的多了去了啊！所以每个创始人的基因都不一样，所以他的商业模式设计的技巧和策略也不一样。举个例子，比方说很多人都有睡眠不好这样一个毛病，晚上睡不着，早上起不来，可能醒来早上无精打采的，好多会有这种情况。然后同样，假设以我为例，中医给我把脉开了一副药来改善我睡眠，这副药也许给我吃治病，给你吃要命。为什么？我们体质不一样啊。包括说我们穿衣打扮，有人说觉得我这件衣服穿的还可以，当然我是定制的，量身定做的衣服，穿在我身上可能刚好，但是穿你身上未必。所以同样是一件衣服，穿在有人身上很好看，会打扮的很好看，不会打扮穿的可奇丑无比，把身材的缺点全暴露出来了。包括有人在淘宝上买衣服，一看模特穿那么好，那么漂亮，买回来穿自己身上，都不行，像毛毛虫一样一截一截，因为自己太胖了，他没有考虑自己身材的原因，然后给店主还一个差评。为什么？他不知道自己身材到底怎么样。做企业也是这样的，当你想转型进入到一个新的领域，你一定要清楚自己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有没有把你的优势发挥到极致，是不是真的做到了扬长避短，而不是把你的劣势展现出来。那基本上我们首先分析在干这个行业的人，干酒店用品的行业，这些人他们都什么特点？都是营销高手，大客户营销高手。为什么？他们基本上都没有团队，都自己，他们一年做不了多少单，一个酒店搞定，一年可能搞定一些大客户，可能几十个大客户就不得了了，一年可能搞定几个大客户就够他吃了。所以他们没有营销团队，每一个老板都是营销高手啊，都是搞定大客户的高手，目标感极强。那这种目标感极强的营销高手，说实话，他们带团队不擅长啊。所以我们当时去服务的时候，我发现这企业他没有多少人，尽管它产值很高，销售额很高，每年赚的钱不少，他就靠老板能人，老板是最大的业务员。我们现在好多企业都是这种情况，老板是最大的业务员。那你按照传统的方式让他去做，依靠团队去要发挥团队，以团队为主的这么一个商业模式，必须要有团队的这么一个商业模式，对他来说是不合适的，因为他不会带团队。他自己一个人独来独往搞惯了，自己冲锋陷阵惯了，你让他去带团队，这事儿不现实。所以今天我们设计的商业模式，主要是基于他的核心优势，把他的核心优势给放大啊，让他做轻松了。你别让他做的累呀，做累这事儿就废了。怎么样让他做的很轻松？这是我们去思考商业模式的一个核心基本原则啊。那么他这个行业基本上什么特点？都有展厅，现金流充足，挣钱啊。老板销售能力强，那我们进入到一个新行业，我们还是延续这个思路，就是基本上是做大客户型的企业，不是做那种快消品，做快消品他就完蛋了，这不擅长。那快消品主要是靠人海战术啊，你需要庞大的营销团队，那这个他不具备，他不擅长。所以我们还是首先出发点第一个要素，我们罗列关键词是做大客户的这种。第二呢，和他现有的行业能不能有一定的延续？你不要完全进入到一个陌生的行业，因为你完全进入到一个陌生的行业，说实话，它是不公平的。因为像我们这个企业的负责人龚总，他已经40多了，你不可能说是要清零，你不可能把它完全清零。你有没有种可能把他以前的经验、资源、人脉、资金，把他的核心优势还能往下延续一下啊？到一个新的行业，能不能把它的资源能够延续，把它的能力优势进行延续啊？
那后来我们发现，他们做这么多产品里边，哎，我发现他做了一个产品，他有点感觉。我问他，你卖了那么多产品，4万多个品类里边，哪个产品比较有感觉？他说我们做净水机，发现有点意思啊。他做了一些案例，帮酒店装净水机。可能酒店净水机，我们住过酒店可能知道，现在一般4星级、5星级酒店都装有净水机。但是到底用了多少呢？反正我在酒店里边，它的净水机我是不敢用的啊，因为不知道这个水到底怎么样，不可感知，不知道水放出来干不干净啊。不知道这个水沥芯干不干净，所以我一般很少用。但是这个呢，就说明一个市场的趋势，说净水这个行业它有未来。为什么？空气问题、环境问题、水污染问题、食品安全的问题，这和大健康有关的产业一定符合未来的趋势。那净水行业它一定是有机会，但是我怎么切进去？我们不可能按照快消品的这个方法去做，一定是按照大客户的方法去做，这样他也擅长。那我们就思考。在民用净水机行业，基本上已经杀得血流成河。一些直销公司、传统的家电公司、生产制造企业、太阳能企业，基本上都进入到了整个净水机、民用净水机行业。那民用不能做，那么就做商用呗。那看思考商用，那思考商用净水机这个行业的痛点。那比方说，我们说生产制造企业、大型工厂啊、公众场所，大家都要做净水机，那包括医院、学校都有。我们做商用，我们要成为一个细分领域的老大，那我们到底怎么去做呢？这是我们要去思考的。怎么样说在这么多商用领域里面找到一个适合我们自己的路径？当时我们经过分析，我们觉得说医院和学校这是一个高成长性的市场，它会有爆发性的需求。那么这是我们首先定了一个调，但经过进一步讨论发现，学校这个市场不好做。为什么？因为孩子喜欢喝饮料。当然，学校可能有净水机，往往有可能孩子因为喝饮料喝出毛病，喝到哪不舒服，他可能会投诉是你的净水机不好。所以这个呢，我们慎重，不好进去，不进。为什么？他后期事儿多。后来我们发现，哎，医院这个行业，我们研究一下宏观国家的政策啊，从大的政策来说，从大的发展趋势来说。医院装上净水设备只是个迟早的事情，那么国家也有规定，现在评甲级以上都得装。那么医院居然有需求，怎么进是个问题，因为医院的净水机都有一个问题，要招标。那么招标，我们在本地，在山东本地啊，这个企业在山东，他可能认识一些人，但是放到全国怎么办呢？他的目标市场，如果梦想小一点，把山东市场做好了也可以。但是如果做全国市场，怎么进去？怎么样打破招标的这个瓶颈？这是我们要去思考的问题啊！传统模式一家一家去招投标，累死了，还很容易陷入价格战。我们怎么去创新？所以，首先我们去找到医院的痛点啊，怎么样把我们的产品变成它的刚性需求？先把产品和它对路了啊！首先产品定位要清晰，然后在营销渠道上再去创新。啊，所以首先我们思考医院在用水的，他们对净水机的要求，第一必须要装，但是他们的选购净水机到底关注哪些要素？经过调研发现，特别在长江以北的地区，医院的开水器啊，故障率很高，因为北方的水质硬，那个加热的那个芯上容易长水垢，时间长了，你看热效率低，还容易烧坏，啊，特别费电。那开水器。传统的沸腾式开水器在医院里边是个耗电大户，那么现在如果我们给它采用集中制造纯净水，然后输送到各个楼层再加热，这样这个模式上首先理论上是可行的。我们主要是第一能帮它省电，当然我们在技术上做了很多创新，比方说我们在每个水龙头有一个出水口这儿有一个二维码，这个水质怎么样啊？因为水干不干净，我们嘴喝不出来。我们嘴基本上很难喝出这种瓶装水，什么农夫山泉、娃哈哈、康师傅这种，包括依云、包括恒大这些水的区别，很难从嘴上、从感官上体验出来。只是听他们讲这些故事。那么这个净水机出来水到底合不合格不知道。那我们首先申请了很多专利，比方说你接到这杯水的时候，如果你对水不放心，你可以干什么？拿手机扫一下这个二维码，一扫以后。那个马上就会实时显示这个水的21项指标啊，它们主要显示的进水口和出水口的指标的差别啊，他们用数据说话，我们会有传感器。
那么进水口和出水口的这21样指标呢，差别越大，说明水过滤的效果越好。如果差别越小呢，说明过滤就没起作用。首先，我们用技术上做了一些专利，包括在省电上怎么样去节省电，从传统的沸腾式转为步进式，我们做了很多大量的创新这个创新是很重要的。那么这首先从产品上，这是我们安身立命之本。你要给医院带来好处，解决医院的痛点。那医院总务科是很头疼的，又费电又容易坏，天天被投诉，烦人。那我们现在给他提供什么呢？你只要交给我，所有售后归我解决，我还提供纯净水，又省电。那么这是首先从产品定位上。那么从营销，我们要去创新营销创新。那我们也做了一些活动高端营销活动，来整合中国最顶尖的这种水处理相关的人才。研发人才、技术的售后的营销的。那么其实这里面就是说，我们在营销上，我们还做了什么创新呢？因为医院是要招标的，你怎么去打破这个招标的壁垒？你怎么样去跨界整合渠道？这是我们要去思考的问题。比方说，那我们今年参加了在上海举行亚洲最大的医疗设备器械展。我们参展的时候，我们发现整个那么大的最大的医疗器械设备展上，只有我们一家推出医院专用的商业净水器，我们是独一家。大家就感兴趣了。以前大家没有这个概念大家一下留下印象。这就是说，在品牌传播的过程里边，你参加一次展会，都是在无形中给客户、给你的潜在目标客户留下印象。当时很多院长说关注这个事儿，发现有点意思了解决他们痛点了，说明呢求诊这个事情是受欢迎的。那么第二个，在营销人才上，我们学会爵士，怎么样去找到合适的营销人才？像这个里边呢，我们重点主要是从医疗器械这些厂家的销售团队去借势，因为他们本身和医院的关系很好，他们和医院的人脉熟，怎么样去借用他们的人脉关系来快速拓展我们的销售渠道？这帮人他懂医院的销售流程，这个是我们首先从人才上按照我们的标准去想办法去借去挖一个成功的、一个有霸气的、有魄力的老板，他始终相信一个观点：对手的人才都是为我储备的，对手的客户迟早会变成我的客户。所以我们从人才上去借别人的。那关键在营销实施上，我们怎么样去借助各种资源？那我们在营销上，我们采取一种方式叫销售说明会。我们在山东打样，现在进入到河北，马上在长江以北要进行大规模覆盖。怎么做呢？做营销说明会，在每个城市、县城、地级市做营销说明会，找到本地一种是有钱的人，一种是认识院长的人，或者说你认识的人，有的人认识院长，你认识人或者有钱的投资，你到我这个小会场来，我们搞一个小说明会，我就讲我们这个模式。什么意思？如果你有认识院长的人，你把院长介绍给我认识，我给你，如果这个事儿成了，因为医院呢，它住院部分好多楼层，每个楼层要装一台，每装一台我给你1000块钱的介绍费，给你好处。那一个医院下来可能装个几十台，他就能拿个几万块钱的介绍费了。你只要介绍我认识就好了。这是第一，先搞定院长。第二个呢，去搞定有投资、有手上有闲钱想投资的人。那我们投资一个医院，大概投资50万左右。你有钱，好，你来投资，指定投资到这家医院里边。我们和医院签10年的合同，50万3年就回本了。10年下来，能够50万的投资能挣100多万。我们算一下投入回报比，那很多人是比较接受这种方式的就是一种是认识院长的人，你过来给我介绍，我给你好处费信息费；一种你有钱，这个项目你指定投，因为你在本地，设备在医院没有关系。如果说医院不做设备，你能拉回来，我们还能卖掉，它没有什么风险。这个呢，钱我们定期给你分。那我们也算了一下，按照这个投资回报率因为我们特别省电费省电费省的很多。那么我们按照这个基本的投资，它的投资回报率还是蛮高的。第一，省电费，我们至少省掉2/3的电费，因为这些开水器在医院里面就是个电老虎。第二呢，因为这个我们是提供的是那个纯净水，那么我们有过滤材料，我们还有售后服务的费用，这个材料的费用。那么一家医院我们算了一下，一家医院1年下来平均算中国大概公立医院大概有2.7万家公立医院，民营医院我们基本上不太进入。一家医院去掉我们的投资分红我们的公司1年下来每家医院能净利润大概在6万块钱
一家医院净利润6万块钱，耗材费、服务费和省的电费，加上投资人分红以后，我们能分这么多钱。那这1年下来，如果我们全国的医院全部占满的话，因为目前我们还没有竞争对手我们如果先做数据模型，如果2.7万家，每家1年收6万块钱，那么1年我们收的就是16.2个亿的费用。我们签10年，也就是未来10年的收益，我们大概有162个亿净利润的收入，162个亿，这个都不是重要的，因为我们在每个楼层的净水机上，那个开水器上，我们都装了一个显示屏。在中国，我们是唯一能够把显示屏布到医院的企业。当然了，我们不会去打医疗广告、打医药广告。那既然是住院这个楼层，住院主要在住院部，每一个住院部它还有这些病人、患者和家属，他还有很多隐性需求比如上门理疗服务妇产科的他肯定有请月嫂他骨科行动不便的，癌症放化疗的，他有很多延伸半公里、3公里生活圈的很多需求，那么和本地的生活化的需求来进行结合，那么这个屏又会释放出巨大的价值。当然，我开始讲了，我们还有大数据，水质的大数据，每一个医院的水质怎么样，每个地方的水质是怎么样，这些数据全部汇集到了我们智纯的整个大数据中心，我们全国的水质我们一目了然，那这是背后的无形价值了。所以这个模式我们做完了以后，大家一算觉得有点意思了，那我们进行小规模的打样做了几家医院，大家的反馈挺好。那然后呢，我们就开始借助资本的力量，我们在齐鲁股权挂牌了借助资本的力量开始在全国扩张。当然，大家如果有感兴趣，也可以和我们来合作我们一起开拓更多的市场。那么当然还是那句话，方案出来了，怎么执行很重要，执行的细节。尽管我们有中间人去介绍院士院长的人，但是怎么去执行还是靠我们怎么让他们感兴趣。那么去搞定医院，我们在销售，所有的销售我们要记住一个关键词，要学会做用户角色定义。用户角色定义，如果用户角色定义你搞不清楚，这东西没法卖了。那同样是医院招标，它有不同的角色，有决策方，可能有采购方，有施工方，有设计方，还有专家推荐，还有关键角色那比方说我们很多消费品，我们有可能购买者和使用者是同一个人，也有可能购买者和使用者不是同一个人。比方说一瓶酒它有3种属性，一种属性自用，购买者和使用者是同一个人。第二，招待，购买者和使用者一部分重叠，我自己喝还能招待别人。那比方说我送礼，那么购买者和使用者就不是同一个人了。那妈妈给孩子买东西，购买者是妈妈，使用者是孩子，他也不是同一个人。消费品，那么像这种专业产品，他们中间角色就更多了，他们有总务科长，有分管院长，有院长。那最难搞定的这个敲门砖就是总务科长。那么这是一个不但在找规律的过程，我们在服务的过程里边，刚开始我们觉得我们这么好的产品送到医院，他应该是要的，我们搞定总务科长，只要总务科长把这个事儿报给分管院长或者院长，帮他省钱呢，也体现了这个医院关心患者，让患者喝上放心水的这样一个公益的形象一个关心患者的形象，一个良好形象。理论上是这么样的，但是执行过程中我们发现，往往现实和梦想的距离还是蛮大。我们觉得很好的产品，它理所应当应该受到欢迎，但是在实施过程里边，我们坎坎坷坷碰到不少坎儿。比方说，我们销售团队有的去拜访医院总务科长的时候，有的根本就约见不了，怎么打电话人家不见，有的进门就被轰出来的，当然也有的见面就成交的，也有跟踪1个月成交，也有跟踪半年成交，有的跟踪1年不成交的。但这背后呢，我们和销售团队不但在碰撞头脑风暴我们不断的持续跟进，去找规律。为什么被轰出来？到底是这个医院没需求，还是我们拜访客户的方式技巧欠缺，还是赶上这个总务科长心情不好？因为总务科长像医院大类总管一样，管的事儿多可能干了好多就是吃力不讨好的事儿。你要挑一个心情不好的事儿时候去了，你肯定会被轰出来。所以我们要把整个拜访的行为，员工拜访的销售行为，我们把它去分解。第一，分析客户，
就是说，怎么样去找到有刚性、真正有刚性需求？哪些客户去了是立即能成交的？哪些客户是要铺垫很长时间？哪些可能成交会很慢、很慢、很慢？那哪些是有刚性需求的呢？那我们就去分析了。如果这个医院你看这个院长是否重视精细化管理？如果这个院长他很重视管理，他有成本意识，这种医院一搞就能搞定。为什么？你帮他省电了。有的院长他关注口碑。他喜欢听患者的口碑，像这个搞定也容易。为什么？你让患者喝上放心水了。至于说那个管理稀巴烂的又不重口碑的这种医院，去都不要去。为什么？麻烦，他根本不能接受。那这种呢，我们放到最后一步去搞定，先形成包围之势。等周围的医院都搞好了，他自然会搞。所以我们搞定客户啊，要分轻重缓急，从最好搞定入手。好搞定入手，你搞多了，团队他有信心啊。老搞不定，团队就会受打击，回来他自己也没信心，他觉得这个事儿没希望了。所以怎么去？首先从客户分析入手，去搞定真正有需求的客户啊。所以我们这是第一，如果他真有需求，他重视精细化管理，他要关注口碑，他肯定有需求。那么针对首先他是有需求的客户了，那我们去拜访的流程就要分解啊。因为我们现在很多企业做销售啊，都是让销售员工靠自己的悟性，这种企业做不大。一个伟大的企业来源于它的复制和传承。我们老板最怕的一件事，就怕我们的销售战神，我们的能人不干了。我们好多企业老板被销售精英绑架，这是一件很可悲的事情。有机会可以和我互动，我给大家讲一些怎么样不被战神、不被销售精英绑架的方法。那么这个内容可以放在其他板块给大家分享。那么今天主要是我们找痛点营销法则，所以这块呢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去分解所有的销售拜访流程。那比方说那些成交率高的人，有的人他就笨。我们企业有没有发现，有的人做销售，他1年也不出单，很努力，天天起来比谁都早，走的比谁都晚，电话打的比谁都勤，就是不出单。有的人可能吊儿郎当的，他出单就很容易。那你思考为什么有的人容易，有的人不容易呢？他成功不是偶然的，失败就是必然的。你要学会去找规律啊，你把规律找出来，他复制就很容易了。所以我们就做了标杆访谈。哎，你为什么能成功？你告诉我，拜访之前，打通电话之前，你做了哪些准备工作？你和客户怎么沟通？怎么介绍产品呢？如果要约见之前，你会做哪些准备工作？出发之前做哪些工作？快到了，做哪些工作？提前多少时间到？到了见面说什么？递什么材料？第一次见面以后，后续会发哪些短信？发哪些微信跟踪？怎么去影响？再过多长时间拜访？因为你把材料提交给他了，他提交给分管院长，还通过分管院长提交给院长，你干涉不了，你怎么让总务科长有积极性往上去提交？那么我们把所有的拜访成交的流程完全标准化、细节化来进行分解，然后把它复制给每个人。啊，营销啊，我们让销售团队出去做销售的时候啊，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你一定要给他工具，给他好工具。如果工具没给好，靠每个人去悟性啊，这种没有经过训练的、没有工具的员工上战场，上一个死一个，在浪费你的钱。浪费你的利润。所以这背后呢，就是我们把所有的成交流程把它细节化、标准化，让每一个人都能去做，不要靠悟性，靠悟性是没法复制的。我们当老板都喜欢有悟性的人，但是有悟性好不好招呢？这种是可遇不可求的。我们经常碰到还是更多是没有悟性的人。你要把有悟性人悟到的那些东西，你把它变成一个教材去培训。那比方说，我们刚服务完的杭瑞陶瓷，这边有很多战神呢。他6个品牌，就有的人业绩永远都好，那我们就干了一件事儿，让每个品牌选2个业绩最好的代表，同一款产品来搞个演讲比赛，产品价值演讲比赛，不比不知道啊。因为我们销售团队出去拜访客户的时候，到底话术怎么样，讲的怎么样，老板是不知道的。当然，我们很多老板很少关心。那么平时不练兵，上战场去杀人，那肯定是要流血流汗的。所以我们怎么练呢？把一堆人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一溜啊！不要说你有多牛，拉出来看看，上台讲，看谁讲的好。同样讲产品价值，有的讲的入心，有的讲的精彩，有的是背稿，有的讲的没感觉。所以让大家互相比一比，看谁讲的最好。你把讲的最好，你把它录音或者录像，然后发给所有的销售团队，每天听，每天看。看3天以后，不好意思，考试
看你听了没有？这就是说解决我们销售标准化的问题。说实话，对和医院做销售难度是最大的。当然，因为难度大，我们才去做嘛。傻子都能干事，我们还干有意思吗？所以我们选择这个行业，就是因为这个行业有难度，我们才敢去挑战。没有难度，我们就不干了啊。所以这样有难度的一个行业，它本身就是一个门槛啊。我们选择行业，不要选择傻子都能干的事儿，没意思，很容易打价格战。所以在很多行业会出现什么劣币驱逐良币。你好好做品质，客户不买单，客户不认可。有的用户就是喜欢便宜，这个就没办法，因为你行业选错了。所以我们在选择整个行业，找到行业痛点，从医院开始啊，把医院行业关于商用净水机的痛点，把它挖掘出来，用精准的产品去匹配。那么在营销上，我们不断去创新，改变传统的招标的过程。当然，有的医院它还是走招标，那么走招标这个我们也没有办法啊，我们按照正常流程走。那么这招标呢也是这样的，不是所有的招标它只认可价格最便宜的，也不一定，有的会认可你的口碑，有的认可你的品牌，有的认可你的售后啊，有的认可你的综合服务能力，有的认可价格。那我们首先把价格的去掉，不服务。为什么？你服务价格的客户总会有人比你还低，就把你拖死了。那当你的招投标的价格低于你的成本的时候，你怎么做？你没法做，你是没有服务的，你不可能好好去服务啊。你不好好服务，你把这些活你也接了，你又做不好，结果是什么？两败俱伤，砸口碑。一说这个企业毛企业做砸了。你建立一个好口碑不容易，坏一个口碑太容易了。所以我们建议我们很多企业就是在招投标的过程，凡是价格敏感的客户一律不接，没必要，你把自己做累死了，犯不上啊。所以说，这是我们在整个执行的过程里边，我们想到怎么样把这个，尽管这个领域的销售很困难，但是我们一定要找到研究背后的成交规律，从用户角色定义啊到销售动作的分解，把它标准化。啊，用标杆复制的力量，迅速打开一个行业的局面。那么这个呢，从2015年4月份做了咨询，2015年应该是8、9月份开始实施，啊，也就是到了2016年8月29号正式挂牌，不到1年时间，那就是因为精准的锁定了一个行业的痛点，也发挥了这个创始人的优势。所以呢，这个就是说我们把这个行业的痛点给解决了啊。所以说从无到有，从零到一。怎么样在完成我们的传统企业在完成一个转型升级的过程，怎么做好延续，把过去的优势发挥出来，而不是盲目的去转。我们好多企业盲目转型是转死了啊，转死的企业比比皆是。其实很多行业水很深的。我们说实话，我们中国人呢要面子，都比较能装。我们经常在学习这讲，一个桌一堆老板，大家都在学习，互相看一看。很多老板总是有一种感觉，怎么看别人过得那么滋润，就我过得那么累呢？总是觉得别人容易，自己难。好多人都有这种感觉，那是因为都挺能装的，装得很坚强的样子。谁苦谁知道，都不说。所以很多时候大家有什么一个误区？他怎么过得那么舒服？他的行业是不是很好做啊？然后偷偷摸摸的想进入到他这个行业，想成为他的同行，去跟他去学。说实话，你没有进去，你不知道；进去你发现那个坑比你坑还大。啊，所以这种转型啊，找行业痛点，首先它不是一个创意，也不是一个策划，它是有理论依据的。所以我们在讲痛点营销法则，它一定有理论基础，有系统性，有创新性啊。这是我们讲的行业痛点